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焦先生，52岁，来自南京无业，有请焦先生，有请。刘女士，42岁，来自南京，出租汽车司机，来，有请刘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你们俩恋爱是7年的时间了吧？我看是，在谈恋爱之前，其实各自都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，对吧？是。您是因为买卖倒了跟前妻离的婚啊？对，那个生意垮了以后破产了嘛，破产了，前妻离我而去了。当时有孩子吗？有一个女孩子，跟他了。哦，带着女儿走了。对，伤心吗？那肯定的。您是因为前夫家暴是吧？对，所以也离异了是吧？是的。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我的祖籍不在南京，啊我的祖籍是在武汉。我当时离了之后，然后投奔我表姐这边。啊，我表姐夫说，我有个朋友，我们今天去聚个会，把我也带走过去吃饭，就跟他认识了。啊，就是一场饭局认识的。对，我一开始觉得他就不错嘛，啊觉得他比我年轻好多，那个长得也不错，啊就开始主动联络他了。然后他约我到他家去，啊那是13年3、4月份了。啊因为我也是4月份过生日嘛，然后他约我过去，我说这不是给我生日里面的惊喜啊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也到他家去了，去了之后开始跟他2个人就是也有一个磨合期嘛，磨合的时候他妈妈总是在里面挑我的刺，就说到我们家来碗也洗不好，饭也煮不好，煮了饭这么硬，你们年轻人能吃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哪能吃啊？就反正讲的反正总是挑我刺，就讲我没文化。我妈妈80岁人了，你就不晓得让着她。后来我就跟他妈妈2个人处不好之后，我就讲了，我说那我要回我表姐那边，要么我们就搬出去住，租房子住。搬出去住之后怎么样呢？自己住了之后。搬出去住也挺好的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干2份工。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。另外呢，我帮人家另外一个饭店里面呢，就是帮他像采购员一样的，帮他买菜啊什么东西的，然后再送到他店里面这样子。那您这够能干啊，挺辛苦啊，是吧？那自己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维持好啊。然后那个时候房子租起来还是我付的房租，然后我就催他叫他去上班啊。然后他就是属于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这个地方干2天马上回来了，说不行；那个地方干2天，干个3天，哎，工资太低了又不行啊。我说你只有这个能量，我说你就自己把自己先维持好了些，以后的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了。在一起生活，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您呢？对对，这个我不否认。你怎么能否认嘛？你还否认？你这还理直气壮的，干嘛不去踏踏实实找一工作啊？就老板做惯了是吧？可能是吧，我觉得那些工作都不适合我。那会儿是不是想着要重新开饭店什么的？有这打算吗？我一直都有这想法，因为没有资金。后来没有资金，我到后来我不是回去跟我家表姐、跟我表哥他们借，然后把我自己前面离婚的钱凑起来，凑了30万给你，你自己又跟我把事情又不办得好好的。你办得好好的，你到后来怎么又让我这么难过呢？等于您凑了30万，对，让他重新创业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让他开了一个饭店，开始经营肯定是累的，然后我把人家饭店给辞了，就自己顾自己这边饭店了，就是我自己还要去开出租，然后他自己在家里面他就管这些账，我说的反正你是借的我的钱啊，当时2个人在一起嘛，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。当时是我把钱给他了之后，然后没有写欠条的那个事情，然后多次也跟他讲过，我说要去拿个结婚证，我说给我一个名，给我一个位置，我说这样子我也踏实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小孩是给我前夫的，我就是一个人，何况我来的时候我还带这么多钱来。后来呢，饭店开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什么事儿就搞大了呢？搞了些什么事儿啊？这个非要我说嘛？你不要说了，我来说。他开始开的时候，我在里面帮忙搞了之后，生意稍微有起色了。然后他前妻不知道是从哪边听到的，他开饭店了。然后这女人还很厉害的，也开出租车，就说他很有钱了。然后他前妻就打电话以小孩生病的那个理由来找他，然后他一过去就是1个晚上不回来的。那是真生病，你不要胡猜。第一次真生病，你小孩生病了，你去照顾小孩，你为什么回来跟我讲大人也生病了？大人生病了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大人生病了，他不还有男朋友吗？他没男朋友了，是就前期开始主动联系您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后来是不是陆陆续续会越来越多呀？
是。到后来他陆续这样子事情多了之后，我心里面肯定就有估数了。啊。然后他小孩跟我2个人关系也处得不好。我们是谈朋友嘛，他对我那么好，咱们是奔着想结婚对去的。我女儿跟他好好沟通嘛，以后可能的话嘛，把我女儿再弄回来住。结果他老跟我女儿弄不好，沟通不了，处不来。你小孩不听话，他听他妈妈在后面搓，那我能搞好吗？你是大人啊。行，听明白了。饭店怎么样呢？这么一闹腾。当时的时候，他饭店还在经营啊，然后我。当时也跟小孩搞不好，然后跟他妈妈也搞不好，然后这样子，我有时候呢就回我表姐那边，然后我就不怎么到饭店去。我说你要自己操作吧，我说我这样子搞不好。开始的时候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，他开始的时候还接，后来他电话就不接了。这是为啥呀？我搬回家住了，饭店给我盘掉了。啊？给我转让。转让费呢？转让费大概有60、70万吧。钱呢？给人家了吗？没给。为啥不给啊？我说钱我还留着，下次还要再创业了，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场呢。你不给，你最起码把我那30万先给我吧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？那钱我理解你，你前期是你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带着小孩走了，他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，你是我把你扶起来，扶了之后，你把我那个钱你应该还给我呀，我那个钱我也是借来的呀。那你们俩现在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？就是那个30万钱，现在我已经回我表姐那边了，就是有差不多半年多了都没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作为男女朋友已经分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反正是不是分手了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那但是你们俩有一笔30万的债务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这玩意儿应该去法院呢，你告他呀。因为我没有，他没有打借条给我呀。开饭店的钱是跟人借的吗？是。借了多少钱呀？30万。这段视频资料给你啊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好的。这个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哦。真的，我这个30万跟他很难要，真的，我这个30万真的很困难的跟他要，就是不给我。哎，为啥呀，兄弟？我饭店盘了，我还得要重新。不是你欠人30万，你先把人30万给你，现在不是有60、70万了，你给人30万吗？我现在跟着你没有名分，没有地位，还道歉人给你，我真是妈又赔夫人又折兵。他说什么要什么青春损失费，什么年华损失费。那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不给我一点补偿吗？啊，跟你要30万也不多。就是你另外再给我30万也不多，我告诉你。咱们都不年轻了，这个年华的逝去，双方是对等的。你多少年的光阴没了，我的多少年光阴也没了，我岁数还比你。你没有了，你活该，因为你不务正业。这个饭店为什么要盘出去啊？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会儿一个是他天天因为我前妻的事儿跟我不清不楚的，天天吵得我嫌烦；二一个我出钱了，在外头欠外账了。这日子好过了嘛，认识了一些那些损友不好的朋友，就拉着我去。那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那60、70万呀？饭店盘了以后还了一部分钱，还有大概60、70万在手上。那也就是说那饭店还不错呀。是30万起来的，还完账还有60、70万，那很厉害了。那你是不是跟你前妻还有往来呀？我也贴了我前妻。你能贴他，你不能还钱给我。不，你也贴了你前妻一点钱啊。那是贴给女儿的。行吧，每年到年底的时候，你也不说拿钱。是的，就是我看我老实，他就不还我钱。这个有点欺负人了吧？这谈不上是欺负人吧？那会儿嘛，不是欠人钱不还？那你有钱你不还我嘛？他不是早晚要结婚的嘛？那会儿。那你不是没拿结婚证吗？我跟你要过几次结婚证了，你不是没拿吗？今天我怎么听着跟感情没关系啊？你这么说吧，他现在娶你，你嫁不嫁？不想嫁了。不想嫁了。他把30万给你之后，他说我娶你，你嫁不嫁？另外给我下礼金。给了你30万，再给你下30万的礼金。除了30万礼金，再给你10万块钱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聘礼什么的，一共给你70万，你嫁不嫁？不嫁。哎呀，你上场到现在就说了一句让我舒心的话，我以为你要把自己卖了呢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想带着一丝希望的，他要讲话稍微吻合一点呢，我就不会有这么气愤了。我现在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他。不是你们俩这个大概不在一起谈男女朋友就半年是吧？有半年多了，有半年多， 8个月。这8个月期间还有往来吗？偶尔电话往来。你怎么想这段关系呢？
我觉得他人也挺不错的嘛。人我想维持现状。维持现状的意思是，不还钱，不结婚。对。跟着你一起没名没分没地位，你还没有钱给我，那我算什么啊？你就不恋一点过去的感情啊？我怎么能念啊？这个感情我怎么能念得下去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叫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思考我的这个位置，你思考你自己，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稳这个位置。跟你这么多年，你也不工作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你现在道理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你的钱哈？对。所以你想跟他来往，还是其实在你的心里真的还有这个男人？你说句实话，没关系。他对我还要好一点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俩他最起码不打我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俩曾经相处的时光，让你对这个男人还是有留恋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与其说今天是来要钱的，不如说是借着要钱来要名分的，是吧？我说对了吗？是的。啥意思啊？娶不娶啊？还不还钱？钱我只能还他30万。什么利息啊？他作为投资，作为股东，他没有分红吗？你赚了钱，30万，你不是60、70万吗？他不是股东没分红啊？没分红没有利息啊？谢谢。先把30万给了吧。我当着你们这么多老师和主持人的面，我保证了30万还你。哎，你的保证谁信的？哎，现转最好。说白了就是，一个曾经受到了巨大情感伤害的女人，碰到了一个相对对她比较好的男人，于是她所有的心其实就放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。看起来好像是一场经济纠纷嘛，就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男人，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。最可怕的是，还有人一心一意的想嫁给他。这恰恰是老师们需要先帮他走出来的。至于后一步，我相信法律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很佩服你，但你也活得很无赖。您这不是好话吧？佩服啊。对呀，我当然不是好话，我没准备说好话，我已经嘴下留情了。在你人生最失意的时候，一个女人来到了你的世界，倾其所有为你支撑起一个饭店，你一点儿不念过往，就你真的是，就是让看到了人性最恶的那一面。所以太多的道理和太多的话跟你说没有用，因为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扭曲的。我来跟刘女士说，我理解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，你其实对你来说这30万要不要得回来都没有那一张结婚证来的重要，因为你的原因是这个男人不打你，可是你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在你这个底线出了问题以后，你认为只要不打你的男人就是好男人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不打你的男人成这样的话，那他俩真的不相上下。你有你的价值，你有你的能力，你靠自己的一双手去打拼属于你自己的生活。你首先你要先把自己看重，赶紧把账算清楚，先一个人过。一个人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去考虑情感的问题。但是在自己过的这一段时间，你要弄明白一件事儿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大过你自己。记住这句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也先跟女生说，
钱还给人家，或者如果说你真能理解一下，或作为一个大众观点的话，你应该说3个字儿，叫对不起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杨老师，大家听了都挺生气的。两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扭曲的灵魂。女士，你其实2段感情一模一样的模式，你别以为你第一个丈夫打你，十恶不赦，他对你一样的不可饶恕。你总给别人一次一次伤害你的机会，因为你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没有说不。你42岁，还有下半辈子、下一程人生要过。等你钱被骗完了，青春也没有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那可不是可悲了，我想着都挺可怕的。你有本事能攒钱30万给他去开饭店，可不可以让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？少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，好不好？曾经这个女人帮助过你，你不爱她可以，但你不能作践她。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只给她30万就可以。咱不说青春损失，不说这一场情，他这给你的30万，让你创造的价值，重新找回的自我，甚至开始又能够回去跟前妻和孩子勾勾搭搭。你的自尊和自信是这个女人给你的，请你有一点良心，把该分的钱分给她，跟她说一声谢谢你爱了我，对不起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好好的做人，否则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你还在开饭店，没人跟着你这个老板干。你还想回到前妻身边，没有哪个女人会嫁给你，甚至你的孩子也会看不起你。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我告诉你，4位老师只有我跟你平静的对话。咱就说点真心话，你觉得他痛吗？你觉得你伤害了他没？我不说伤害有多大，你有没有伤害他？也许有吧。到底有没有？你连说点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好像有。好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别哭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别掉眼泪啊！你的眼泪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一个这样的人，没意思了，真的。所以你别掉眼泪啊！我心痛我的钱了，现在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心痛你的钱是吧？哎呀，我不想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不想说。这时候你还说心痛你的钱，我真不想说。我告诉你，爱情保卫战做了9年了，从前2年开始，我已经没这么生气过了。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，直到今天，我发现我的神经还灵敏。我总结了一下这9年，所有最让我生气的，其实所有的案例当中，都是那个被欺负的人让我生气，不是那个人。你所有的事情啊，都在告诉别人我是个不值钱的人。你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么做。你跟他在一起还没多久，还不了解这个人，就东挪西凑借30万，以自己对于别人的信任，透支自己的信任，借30万给他，你不值钱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我要青春损失费，你不值钱。你这个时候你还说我只心疼我的钱，而不是心疼我这些年来的付出和我的自尊，你不值钱。直到今天你还在说，其实我是来要名分的。所以当你自己处处都表现出你是如此卑微的时候，你让别人怎么对待你？我把你想扶上来，我扶不起来嘛。你自己把自尊放在地上自己踩，你还是告诉别人说，来踩2脚没事儿，我扛得住，只要你把钱还来，只要你给我青春损失费。你每一句行动都告诉对方这样的概念，你让别人怎么尊重你？所以该怎么做你自己，我不知道清楚不清楚，我都不敢问这样的话。该这样，我一般我都会问你该清楚了吧？其实你未必，你嫁吗？不嫁了。你告他吗？告。就这样。做人别把事儿做绝了，还是送那副对子吧。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，好自为之吧。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小兰，
这几年我确实有点对不住你。你现在讲对不起我已经迟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几位评委老师，我谢谢你们，把我点醒了。那你让我说什么呢？你想说什么，我也不想听了，因为今天到这里来了，我只求到我的钱了，因为你不给我，我有这个，发给我，我要到法院去告你，我认清了你这个人。我不相信。从今以后我跟你都是两路人了，你不还我钱，回去马上回南京你就还我钱，你不还我钱，马上就到法院去告你，我告诉你。还吧，兄弟。啊？打个电话转个账得了吧？啊？行。行啊。行，那30万我肯定还给你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。这个戒指是当初他说要借钱给我时候，我给他买的。说实话，是真心的。行，我愿意相信，曾经是真心过的，好吧？这个是第一次他过生日，没给他的生日礼物，现在我这个礼物不给他了，我要收回。从此以后我们2个人都不要见面了，我告诉你。来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啊。我们来看看这2位最终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啊。